对。那我很好奇，蒙总，什么样特质的人你会本能的就有一个判断，就是他是那种小团体爱好者？比如说尹欣算这一类人吗？就是首先，如果他作为领导者的话，他就是会比较有攻击性。然后第二，对，然后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特别喜欢别人围着他，享受一种被围着的对 C 位的感觉。很简单，就会发现说，只要是顺着他说的话，哪怕业务能力不是很强的人，这个人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哦，其实尹欣有一个说话习惯，我是很了解萌萌说的。比如说，他每次要跟润秋说什么，润秋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他会回头跟樊婷说：“你说是吧？”这种性格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抱强排弱。其实都会有一种慕强心理，像就是这种比较爱争的人，他就会有一种慕强者。他认为自己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然后呢，当他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人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属于那一类人，对，所以他会在那个圈子里面，他就会慢慢就会靠近那个。其实我们看尹欣跟樊婷的沟通和他们的互动来看，尹欣会觉得樊婷最起码你是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的，我们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但相对于润秋来说，他觉得好像沟通不上，不在一个频道里，就是这个情况。哦，好难，这是那种的争斗型人格，我发现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集体里面一定也得有人要爱斗，他才能进步。如果大家都是 peace， 三个人不干活，走，咱今儿也别干了，走，咱出去玩去搓一顿也不行。其实最好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有2拨人，或者说你在一个职位里面形成一种竞争的机制，慢慢把他们变成2个团队，让他们去进行一种良性的竞争。明白了。对，你不能让他太安逸。如果竞争的很良性，就是团队；但如果双方竞争的很恶性，就是团伙。这种感觉，对。我刚才突然意识到，很多人一旦突然聚集扎堆的时候，会自然分化或者社会化出这些组织形态啊。我就想到了去年的姐姐的节目录制，突然间那么多姐姐们一下汇聚一堂，我们这里还坐着2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组织形态在里面这种碰撞，会有些雏形吗？我在的时候没有，反正，因为我们我们其实是有被分数而直接分组了，它是一个物理性的，它不是一个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选人呢和被选呀，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强者会抱团，这就没办法，因为大家都想赢。所以我每次都在被淘汰的边缘晃荡，是这样。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真的没有所谓大家互相这种反而是就是 women's power， 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爱，反而我们获得了更多。不，真的完全没有撕吗？天哪！我想问你有啥好撕的？你撕到最后就是3个月，大家就在圈里面又都是挺有对吧身份的体面人，大可不必吧？哎，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体面。就是因为其实体面是一种更成熟的文明的社会规范，是的，它是压抑人性当中很多的原始黑暗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外部形塑的力量。很多事情可能有一些那种动机性，但是这个体面在，所以其实叫 women's power 的爱就在。我问一下乃万有被人看着别人抱团把你排出来的，因为很多女孩学校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幼儿园有过。幼儿园记得那么清楚？可能是因为老师很喜欢我，然后就有很多孩子他们就不跟我玩。然后上小学是因为成绩比较好，老师很喜欢，然后跟我玩的好的很多个，本来就天天在一起的几个女生，她们就抱团开始就是对我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再后来我就是有一些阴影嘛，然后长大后就跟男孩子就是玩，但是越跟男生玩，女生就越讨厌我。对，就是有时候觉得我也没对他们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就想不通嘛。长大了就上初中高中就懒得再想那些事了，就觉得我跟谁玩舒服就跟谁玩呗。我的很多微博上面的私信，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会给我发私信，因为在宿舍里面产生了小团体的这种事情，很常见。说渣姐，我已经快受不了了，他已经成为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的世界不止于在这个宿舍。对。我说，而且说实话，这只是短暂的利益。太对了，开拓。哎，小易。
你听完了成人世界之后，我听傻了。你有过被孤立的，在学校有被孤立过，别人抱团吗？我这性格一看也不会被孤立的那种人。只会孤立别人是吧？那也不会，我也不会。我在学校跟每个人关系都特别好。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